经过几天的发展，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呢，终于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协议。而在休战的这几天呢，双方将进行一系列的人员交换。而与此同时，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袭击，美军似乎又有了对中东动手的迹象。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吧。就在当地时间11月22号凌晨，以色列内阁正式投票同意与哈马斯达成为期4天的临时停火协议。期间，哈马斯成员穆萨马尔祖克在当天晚些时候对外声称，加沙地带将于当地时间23号上午10点起停火。而综合现有的消息显示，这次哈以双方达成的这份停火协议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哈马斯释放50名被扣押的人员，用于换取以色列释放被扣押的150名人员。二、以色列允许300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地带，其中包括燃料。三、4天的停火协议可能延长，条件是哈马斯每多放10名被扣押人员，停火协议会延长1天。四、以色列将停止在加沙北部6小时的无人机飞行侦察。五、哈马斯表示释放的人质中不包含扣押的任何军事人员。六、停火期间，以军不会在加沙地带逮捕或攻击任何人，并会确保加沙城南北走向的主干道萨拉丁路一直畅通。从上述协议内容不难看出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妥协。至于以方为何突然答应哈马斯的临时休战请求，大兵推测原因是有以下几点。首先，经过这几十天的交火，不仅仅是哈马斯，以军也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因此也需要借助休战的这几天来进行补充。其次就是长时间的地面作战给以军士兵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需要几天时间来缓解前线士兵的压力和情绪，并且借此总结过去一段时间内攻势的教训，进而制定出新的战术，以及对士兵进行一定的紧急培训。另外呢，考虑到停战协议中，以军虽然不会继续对加沙北部动手，但也只是停掉了每天6个小时的空中侦察。大兵推测，这是否意味着以军也有想借这次休战引出那些北部地道中的哈马斯成员？期间呢，借由无人机收集情报，等到休战结束之后，再根据收集到的位置信息，一举清剿北部的哈马斯成员。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与之相比，这次短暂的休战对于哈马斯来说也是能难得的喘口气儿。在双方军力和实力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哈马斯正面作战根本不是以军的对手，硬碰硬呢只能吃亏。对具有加沙本土优势的哈马斯而言，战线拖得越久越有利，短暂的休战也迎来了喘息之机。此外呢，考虑到以军接下来将向加沙南部展开进攻，哈马斯也需要补充人员和弹药，以做好对抗以军的准备。毕竟根据约旦的《明日报》称，近期哈马斯的武器，特别是火箭弹等库存已经告急，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大量火箭弹的能力正在减弱。另外，在大兵看来，这次以色列选择停火4天，换取50名被扣押人员回归，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毕竟现在一面倒的战场态势来看呢，别说是4天，就算是给哈马斯40天的喘息增援机会，对整体的战局最终走势也毫无影响。况且哈马斯也拖不了那么长时间。根据相关信息显示，目前哈马斯手中呢被扣押的人员只有约240人，除去这次约定好交换的50人和不会放出的军事人员，以10人每天计算，哈马斯最多再换取15天左右的时间。而一旦被扣押人员被全部救出，以军就能再次加快清除哈马斯成员的进度，届时哈马斯根本抵抗不了。毕竟在这次休战协定确定之后呢，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表示，外界传在暂停战争后我们就会停止战争，那是一派胡言，并说道，我们正处于战争中，我们将继续战争，直到实现所有目标为止。我们将消灭哈马斯，并确保加沙地带再也没有威胁以色列的势力。由此可见，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决心。需要注意的是，根据22号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杰哈德成员阿里阿布沙辛对外表示，如果以色列遵守临时停火协议，该组织也将遵守该协议。同一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胡塞武装新闻部高级官员也通过电话明确向记者表示，在加沙地带停火期间，胡塞武装也将停止针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以色列在此期间继续对加沙展开军事行动或者袭击也门，他们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另外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哈以双方休战之前，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就在11月22号，美国方面对外宣布，美军在伊拉克打击了一辆属于伊朗武装分子的车辆。对此，美国宣称这是一次报复行动，因为这支武装分子呢，在前一天向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致8名美军人员受伤，并破坏了基地内的基础设施。而这也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后，中东的美军基地首次遭到弹道导弹的袭击。五角大楼表示，袭击发生后，美军一架 AC-130G 空中炮艇升空对袭击者做出反应，然后便发现了一辆隶属于这个武装组织的车辆和一些参与了这次袭击的人员。随后，这架 AC-130G 便对他们进行了反击。事实上，从10月17号以来，美军已经遭受了至少66次袭击了，发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次数几乎对半，导致了至少62名美军人员受伤，尤其是阿萨德空军基地。由于该基地呢是美军在伊拉克的第2大空军基地，也是美国在伊拉克驻军人数最多的基地，近几年一直被伊拉克武装分子当作袭击的首要目标。就比如说，在2020年1月，该基地就曾被11枚伊朗的 QIAM-1 地对地短程弹道导弹命中。另外呢，在前几天，根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报道，有些伊朗武装分子还对位于叙利亚哈塞克省的美军沙达迪基地发动了袭击。期间呢，使用了3架自杀性无人机，这是加沙战争爆发后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受的第50次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而这次袭击事件后呢，美国五角大楼便下令美军进行反击，作为对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的回应。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外表示，美空军对叙利亚东部的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系武装的2个设施发动了高精度打击。这次空袭的目标分别是叙利亚东部的布凯马勒市和麦亚丁市附近的伊朗系训练基地和武装组织营地。期间，美军的 F-15战机使用了2000磅的杰拉姆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朗系武装营地进行有力打击。需要注意的是，这已经是近期美军对叙利亚、伊朗系目标发动的第3次空袭了。前2次分别发生在10月26号和11月8号，分别使用了 F-15和 F-16战机。但是美军的这次反击并未阻止伊朗系武装，仅仅2小时后呢，该组织就又发动了火箭炮袭击，瞄准了叙利亚东部科尼科油田附近的美军基地。根据当时的报道，至少有15枚火箭弹袭击了基地。或许是为了应对越发频繁的袭击，近期美军正在加紧往中东地区增派兵力，似乎有大力出手的迹象。总结来说，哈以双方的这次中场休息应该很快就会结束，届时以军或许也将开始对加沙地带南部发起进攻，进而清除哈马斯成员。对此，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